很多人身体累不是缺觉，是细胞缺能量。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能量代谢的问题。我们平时在这边讲代谢健康，很少有机会跟大家解释我们讲的代谢健康究竟是什么。我们讲的代谢健康指的是能量的代谢。你要身体能够正常的工作，你的细胞就需要能量的。你的细胞缺能量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做什么？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每个人有个地方叫胆囊啊，胆囊是一个囊，囊里面呢表面呢是有一层肌肉的，叫平滑肌。有了平滑肌以后，胆囊才会蠕动的。如果胆囊平滑肌的细胞能量不足，肌肉能量不够，它蠕动就不好。蠕动不好的时候呢，胆汁排的就不顺，你消化就会出问题。还有一个地方的能量不足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食道一直通到我们的胃的时候呢，有一块肌肉叫做食道的下括约肌，它负责把食道的门给关起来，这样是胃里面的东西不能够返回食道去。它其实就是一块肌肉，负责关门跟开门。如果你这一个下括约肌肌肉细胞能量不足，它关门关不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胃酸反流啊。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啊。我们的肠道表面有一圈平滑肌啊，肠道的平滑肌如果缺能量，肠道的蠕动就不好了。小肠蠕动不好，你的营养就不容易往前送，你的营养吸收不好。大肠蠕动不好，你的粪便往前推都有困难的。我们继续说啊，脑细胞缺能量呢，注意力不行了，记忆力不好了，情绪不稳定了，失眠了，脑细胞缺能量。心脏肌肉缺能量了，全身没力气，心悸心率不稳定了。胰岛贝塔细胞缺能量，你身体胰岛素分泌就异常了，血糖波动就大了。还有呢，你的干细胞要出来工作的时候，它需要大量的能量的。你的干细胞缺能量，你身体的修复能力就下降了，身体不容易修复了。所以你们认为细胞缺能量是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呢？为什么细胞会缺能量？为什么我们在这边讲代谢健康这么的重要？因为我们指的就是能量的代谢。我们身体有几百种不同的细胞，但是这些不同的细胞呢，它的基本结构是一样的。有细胞膜，细胞膜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器，细胞里面的细胞器每一天为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发挥不同的功能的。所有细胞所要做的一切的工作对能量都有需求。那这些能量的来源在哪里呢？我们的细胞里面有一种细胞器的名字叫做线粒体。在细胞的里面，线粒体呢就是负责给细胞提供能量的。那线粒体给细胞提供的能量叫做三磷酸腺苷，简称 ATP。那么你的细胞在为你工作所需要利用的能量就叫做 ATP。ATP 的来源就来自于细胞里面的线粒体，线粒体负责制造 ATP。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件小事情，我们的细胞里面呢是没有储存 ATP 的地方的，所以你细胞对于 ATP 的需求是需要靠线粒体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制造出来的。而且你需求高的时候，它就要能够制造的比较多，你需求低的时候，它就制造的比较少。那线粒体利用什么东西来制造 ATP 呢？我们线粒体所需要利用的原材料，我们叫做前体。线粒体制造 ATP 有两种前体的来源呢，就是原材料的来源。一个原材料叫做葡萄糖，另外一种原材料叫做脂肪酸。所以我们的线粒体呢，它可以燃烧葡萄糖，它可以燃烧脂肪酸。很有趣的事情是，不管它燃烧的前体是什么，制造出来的能量都是 ATP。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所需要的前体是要靠我们的身体不断的从我们的血管里面送到细胞里面去给线粒体燃烧的，这就是我们身体血管灌注的一部分，把能量的前体送到细胞里面去提供能量。所有的这一切它都是用流的形式，前体流到细胞里面去，线粒体燃烧完了以后留给细胞用，不停的流，不停的制造，不停的用。整个能量的制造就是一天24个小时不停歇的流动的状态。这是真真实实我们每一天细胞对能量的需求状态就是如此。你睡觉的时候，你身体对能量的需求比较低，你的肌肉细胞基本上都在休息，可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脑在负责复位，在修复，你的脑细胞消耗很多很多的能量，你的心脏还要继续的跳动，你身体还要继续帮你调节体温。我们身体的细胞一天24个小时是不休息的，他们对能量的需求是不停止的。所以能量要时时刻刻不停的供应，对生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现在人，我们身体制造能量，刚刚我们解释了，能量的前体要源源不断的流到细胞里面去，细胞也有能力源源不断的制造这个 ATP。问题就来了，我们能不能够很顺利的把能量的前体送到细胞里面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代谢健康了。
如果说你的身体是燃烧葡萄糖的，吃高糖饮食的，身体葡萄糖多，胰岛素高，你每一顿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在你的血管里面2个小时时间左右，就必须要从血管带到细胞里面去了，可以去到你的肌肉细胞给你用，用不完的去到你的肝脏细胞变成脂肪存起来。总之2个小时之后，你刚刚那一顿饭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转变出来的葡萄糖必须离开你的血管，离开了你的血管，你的细胞能用多少用多少，没得用的部分存起来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吃高糖饮食的同学很多人都知道，一顿饭吃完了之后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左右，你肚子就会饿了。为什么肚子饿了？细胞缺能量了。你前一顿吃进去的葡萄糖的热量2个小时能用的让你用了，你用不完的部分身体把它转化成脂肪存起来了，你的血糖呢降下来了。你血糖降下来的时候，你身体知道了能量不足了，能量不足，饥饿感就来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扛着不吃，你就知道了你会不舒服的。有的人出现低血糖现象了，有的人呢情绪开始不平稳了，情绪暴躁了，有的人会发现自己不能够集中注意力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出现了。我告诉你很简单的逻辑，你的身体细胞层面能量不足了。所以我们身体细胞对能量的需求是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需求是很高的。我们身体线粒体既可以燃烧葡萄糖，也可以燃烧脂肪，但是如果长期高糖高胰岛素会让身体燃烧脂肪的能力下降，切换起来没有那么灵活。这个是现象，我们叫它叫做什么呢？叫做没有代谢弹性。你没有那个代谢弹性，所以呢使得你的代谢僵化。我们指的全部都是能量的代谢，代谢僵化的结果就是细胞缺能量，全身性的细胞缺能量。时间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不健康了。每一个人的基因不一样，每一个人的 DNA 表现不一样，所以你不健康的表现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代谢没有弹性，代谢僵化了。那么我们在讲代谢健康的时候，我们在教大家生酮饮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追求的是恢复我们身体的代谢灵活度。有代谢灵活度的意思，指的是要让你的身体可以在燃烧葡萄糖和燃烧脂肪之间灵活切换。那有一个先决条件了，你的胰岛素必须降下来。因为如果你的胰岛素没有降下来，身体更偏向用糖，动用脂肪会变得更困难。如果你的胰岛素再低位，你的身体可以燃烧脂肪了，这个时候它两者之间灵活的切换就没有困难了，这个叫做恢复了代谢灵活度了。当你恢复了这种代谢灵活度之后，你的细胞就不容易缺能量了。你饮食里面吃进来的碳水化合物，饮食里面吃进来的脂肪，你的细胞灵活的利用，等到碳水化合物用完了，继续燃烧脂肪。等到你饮食里面的脂肪燃烧完了，我们肝糖原来了，我们体脂肪来了，我们身体里面储存能量可以拿出来用了，因为你可以在脂肪和葡萄糖之间灵活切换，这个叫做有代谢灵活度。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代谢健康，我们在讲生酮饮食，我们在讲要如何注意吃脂肪，要控制碳水化合物，要控糖，所有的目的，其实最终都是为了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细胞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的不缺能量。